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我身后呢就是非常有名的沧州铁狮子，一只被专家忽悠瘸的狮子。这故事相信很多人都听过，就跟我们之前去武当山看那个金顶上面的金殿，以前呢有雷火炼电的现象产生，后面专家进行保护之后，雷火炼电就没有了。而这个沧州铁狮子呢，它的情况跟武当山金殿类似。说这个狮子之前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武当山的雷火炼电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后面又为什么会消失。在武当山最高的山峰，我们称之为金顶，在上面呢有一座金殿，不过那个金殿呢属于铜铸造的，它是明朝朱棣大修武当，那个铜殿的材料从北京运到武当山组装而成。从那个金殿放在山顶之后，每当有大雷雨来临时，金殿四周呢便会出现一个个盆大的火球在旁边来回的滚动，遇到物品或者遇到其他的东西就会发生天崩地裂的巨响。有时候呢雷电能够划破长空，如利剑般的直劈金殿。当时呢武当山金顶可能就金光万丈，直射九霄，数十里外呢都能看到武当山峰红光冲天，这就是雷火炼电的奇观。到了上个世纪，有专家说这个雷火炼电不太好，为了保护金殿，于是呢就在这个金顶上面装了避雷针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雷火炼电的奇观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因为专家而导致消失的奇观。不过好就好在近几年避雷针拆除了。我上次去武当山听上面那个道长说，现在雷火炼电偶尔还会产生，那可能完全恢复的话还需要有一段时日。河北呢属于中原大地，历史文化非常深厚，在民间一直称呼河北有三宝，第一就是定州开元寺塔、正定隆信寺菩萨像，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看的沧州铁狮子。沧州铁狮子呢被当地民众称之为镇海吼，它筑于五代后周时期，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一般我们正常来讲的话，古代是有水患的，给民众生产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为了遏制水患，以前的老百姓呢便铸造铁丝，以求风调雨顺。不光是铸造铁丝，有些地方可能会铸造那个铁牛。不知道这个铁狮子啊是不是这个样子，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解释一下。沧州铁狮子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久、形体最大的铁铸狮子，它高5.78米，全长5.34米，宽3.17米，重量达到惊人的32吨。特别是这个狮子比较奇怪的就是在狮背上还背负着一个巨盆，这个是极其少见的。关于这个巨盆呢也是有很多说法，狮身向南，头朝西南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在后，仿佛呢随时要昂首阔步向前行走。这个狮子能够确定年限，主要是它上面有铭文，有记录，在它的头顶以及项下雕刻有狮子王3个字，而在它的右项以及牙边雕刻有大周广顺3年铸造，左内呢有山东李云造几个字，也就是说这个是公元953年建造的，到现在已经1000多年的历史，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体积最大的单体浇铸的大型铸铁珍品。953年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五代十国时期，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最为分裂的时代之一。在当时的长城以南、青海以东的神州大地上面，分布着数十个那种小政权。这里看的是非常明显，当时好多政权，中间这一块呢就是中原，当时是后周。这个狮子建成没多久呢，赵匡胤呢就在陈桥发动政变，取代了后周，建立了大宋王朝。当时的首府就是东京，下面呢有那个南唐，还有那个后蜀等等，上面呢就是燕云16州。燕云16州从那个五代十国被游牧民族拿走之后，到了朱元璋那个时期才恢复到我们汉人统治啊，已经隔了几百年了。燕云16州那一块就是我们俗称的北京，那个位置非常关键了。现在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狮子。关于这个铁狮子的说法呀，一直是众说纷纭，没有一种统一的说法。但是呢，有人提出这个应该是文殊菩萨的坐骑，就是这个狮子啊，以前是位于那个开元寺前面，寺内呢供奉的是文殊菩萨，而这个沧州铁狮子背负的上面就是莲盆，这个肚子里面呢有金刚经，
在身上呢有那些璎珞等佛教信物，就证实这个是文殊菩萨坐骑的说法。但是马上有人提出疑问，正常来讲的话，菩萨坐的那个莲盆跟这个狮子上面的那个背负的有所区别，这个看起来就像一个碗，而且呢也没有那些花瓣那个装饰，所以呢就有人否定了。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壮士观正城池，说的就是我们在很多寺庙、道观、宫殿、陵墓以及一些大院门前呢会放狮子，那在城池呢一样也是如此，相当于就是利用狮子的威严威仪来显示这个地方的不一般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，在古代经常会有水患，那么当地民众建造一只狮子放到河里面去，这样的话水患就能解决。当然这是传说啊，不光是狮子，还会放麒麟、放铁牛等等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狮子呢，有点破破烂烂，到处是裂痕，还得靠这些铁支架支撑了。那其实原本的狮子不是这样，甚至可以说在上个世纪呢，这个狮子还不是这个样子。这就是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，是被专家忽悠瘸的狮子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了解一下。这个狮子呢，在上个世纪经过多次维修，真切的给爱狮护狮的人上了郑重的一课，这就出现了一个词：保护性破坏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狮子呢，腹部基本上是没有了，然后腿呢也裂开了，脖子那里、颈部也裂开了。那其实这个铁狮子到现在这个模样呢，它是经历了好几个阶段。在五代十国那个时候建立的，一直到了明朝万历时期，这个狮子呢就受到人为以及自然因素的影响，慢慢的有了破损。先是尾巴掉了，接着是腹部破了。最严重的2次是发生在清朝康熙初年和嘉庆时期，当时呢是狂风让狮子倒地，使得狮子的那个头部、莲盆还有那个下颚先后脱落分离。因当时的财力限制，不得不挖坑，把那个狮子放到坑里浮起，然后呢再把那些东西放上去，使得铁狮呢半截入土。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，这个铁狮子呢相对来说还基本上算是完整，能够站在大地上面。但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开始啊，这个铁狮子呢算是被专家玩坏了，就慢慢的变成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拄着拐杖才能站立稳。在1956年，在外国专家的建议下，为了防止雨水腐蚀，于是呢就在铁狮子上面修建了8角凉亭。这个挺好玩的，铁狮子建成1000多年都没有那个修建凉亭，到了上个世纪为了保护而修了。但是呢适得其反，由于呢有了凉亭，使得狮子上面的水分呢不能够迅速的蒸发，使得狮子的嗅食速度啊加速。那到了1975年，这个8角亭被拆除。现在为了保护这个铁狮子，又修建了一个大棚，使得它免于雨雪侵蚀，防止长期反复温度急剧变化造成的应力破坏，减缓嗅食速度。到了1984年，专家又出手了。由于那个狮子嘛长期是陷于泥土当中，于是呢就把那个狮子啊吊装转移到8米开外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高台嘛。但是在吊装的时候，使其头部、尾部还有腿部受到严重的破坏。到了上个世纪94年、95年的时候，为了使那个狮子啊能够站立的比较好，于是呢就在铁狮子脚里面弄了一些高科技材料，相当于是水泥嘛。但是由于没有掌握好，使得那个水泥膨胀，进而呢就导致腿部啊受到挤压。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导致铁狮子的腿啊破裂了，它腿呢算是彻底废了，就不能够站立了，只能拄起了拐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铁架子，它是用16根直径15厘米的铁管支撑在台基和铁狮子的躯体之间。在此之间，还有一些专家出了一些主意，就是说为了防止这个铁狮子继续生锈，在铁狮子的表面涂一层防腐材料。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这个竟然腐蚀了，使得铁狮子上面的那些花纹还有文字铭文就变得面目全非了，导致现在我们看得不太清楚。尽管说专家这些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呢
确实还是经验不足啊。所以经常有这样的说法，这只铁狮子重达32吨，屹立千年不倒，却毁在了专家一系列的保护上面，或者是说毁于专家一次又一次的保护上面，从而呢，最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出现了一个词，保护性破坏。就跟我们经常看文章、看其他的文字资料介绍，如果不懂，不要轻易去尝试，有时候可能保持原貌会更好。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的？那这个铁狮子我们就看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